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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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重庆高中2年级的学生方强在光天化日下被歹徒强行绑架到车上，他那惊恐的哭喊声让多少父母动容。3天后找到尸体时，他的腹部有切割伤口，肾脏已经没了。这不是电影，这是发生在中国街头的真实而又恐怖的一幕。中国街头另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一位母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子，站在寒风中。牌子上是他15岁儿子的照片和他的控诉。牌子上写着：15岁的在校生，头没了，4肢没了，双肾消失。这不是孤立。2026年开年只2个星期，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四川失踪少年儿童的数字已经破百。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如果说街头被拖走的孩子3天后器官全无的遗体是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的噩梦，那么接下来在全国各地同步蔓延的，则是一种更深层、更集体的恐惧。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的孩子？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失踪案频发。以今年为例，开年才短短2周的时间，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就已经传出来100多起失踪事件。1月7号，安徽怀宁17岁的高3女生汪田姓少女失踪，至今杳无音信。1月11号下午4点40分，河南西川上集镇14岁的男孩杨家豪在德威学校门口失踪了。1月12号中午，山东诸城13岁男孩邹姓少年在下车后失踪，家属控诉监控在关键时刻刚好坏了。这些失踪的孩子幸运的还能找到遗体，但即便找到了，身上的器官也不见了，并且失踪事件发生当时，当地的监控无一例外的都坏了，而官方的通报永远是那套熟悉的剧本，符合溺水特征，排除刑事案件。类似的事件发生的太多太频繁了，家长们早就不再相信这是意外，他们也不相信公安，因为对于这些失踪案，他们根本就不给立案。于是寻子大军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无处不在的校园抽血和体检。在当下的中国，一场针对青少年的生物信息采集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展开。从幼儿园的萌娃到大学校园的学子，频繁的抽血、精细的化验已经成为不容拒绝的规定动作。老师们对抽血的目的守口如瓶，只传达指令。家长们虽然有疑虑，但如果不配合，就会被告知不体检不予入学。抽血体检的后果越来越表面化了。我们来看一组视频。据视频贴主说，这位在视频中笑得很灿烂的学生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网友在视频底下留言说，这是匹配成功了，备胎上线。还有人在 X 上发帖说，某大学抽完血后，有的学生被单独叫走特殊关心，之后几人生病请长假，再也没有回来。类似的事件太多了，民众也越来越清醒了。新蔡13岁少年离奇死亡后，又有多所学校下发了抽血体检的通知。某幼儿园的通知群里，一条明天全员体检需抽血常规检查的消息发出后，瞬间炸锅。家长们纷纷留言，不抽，谁敢抽我孩子就转园。上次抽血后孩子发烧3天，现在还敢来。还有家长说的更直接，这是配型还是体检？第2天幼儿园出勤率暴跌。虽然老师们在群里催促，家长们一点也不动心，
孩子不舒服不去，毕竟孩子的命比上幼儿园更重要。小学更直接，福建泉港区某小学通知全体学生抽血体检，还告知需要提前准备医保卡，并附上了泉港区卫健局2023-21号文件 PDF。 没想到有家长直接就炸了，新菜事件还没过去就又来抽血，这是给谁配型？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家长越来越多，甚至有家长直接在群里发红胶布照片，贴上标记，别让他们靠近我孩子。据网友统计，多地小学抽血通知后，隔天请假率达到30%到50%，有的班级只剩下几个孩子到校。这种集体抵制，正是因为恐惧已经连成线，抽血建档，大数据配型，精准失踪。孩子一旦匹配成功，就再也回不来了。显然，新蔡金市清华园13岁男孩胸口上的钉子洞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新的觉醒引爆点。新蔡13岁离奇去世后，中共不仅草草结案，而且出动大批武警镇压寻求真相的民众。孩子的家属也消失了，办案律师的手机被砸，道路被封锁，学校门口特警比家长还多。中共的残暴成了压垮民众沉默的最后一根稻草，民间的愤怒却以最原始、最低调的方式爆发。据 X 平台流传的信息显示，中国多地小区的快递信箱里突然出现2份薄薄的宣传材料：与同胞书清华园学生死亡事件和与同胞书2申诉失效。它们被夹在快递包裹中，塞进信箱，或贴在厕所的隔间，甚至贴在电线杆上，发放者不明，但数量惊人。有人形容如雪片般蔓延。这些传单写道：我们愤怒不只是因为一个孩子没了，而是因为事情发生后一切都太快了，结论来得太快，风口来得太快，维稳来得太快。学校、教育局、法医、公检法全都是来自同一个系统。当家属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引入第三方、独立法医、独立调查人员，得到的不是开放，而是拒绝。如果你们真的问心无愧，你们在怕什么？一个孩子的死出动了成百上千的特警，不是保护真相，而是去控制声音。如果一个学生的死都不能被公正调查，那我们每个人还剩下什么安全？当一个政权必须依靠高压维持安静，就说明他已经失去了让人民相信他的能力。今天是清华园的一个家庭，明天可能就是你我。我们为他们发声，不是因为我们多勇敢，而是因为如果今天沉默，明天哭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与同胞书2申诉失效写道：清华园学生死亡后，死者家属已经被控制，事发路段被封锁，死者家长请的律师周忠臣前往学校独立调查时，手机被官方人员摔坏。随后，他在抖音、小红书发声，但不久后作品被清空。我们看到了一条极其清晰的路径：家属被控制，现场被封锁，调查被阻断，记录被清除。这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所有通向真相的通道被同时关闭了。我们都生活在荒诞的现实里，权力与暴力公开勾连，而普通人的孩子死了，却连靠近现场都成了问题。欠薪、存款消失、学生在校死亡、失踪儿童，从来不是孤立事件。强拆、烂尾楼、校园事故、医疗事故、冤假错案、食品安全，看似分散，但背后是同一套结构。这个政权把13亿人踩在脚下，肉体酷刑、言论封杀、绑架子女、家人消失、无端死亡。平等不是跪出来的，公平不是哀求来的，跟土匪流氓讲道理是没用的。相反的，他们会对申冤者举起更重的铁拳。信中还提到了伊朗民众标注官员住址以便报复，还提到杨家抗暴杀警，令恶人仓皇逃窜等内容。作者在信中呼吁，普通人没有那么勇敢，但可以转发、快递夹带，在监控盲区、厕所张贴，并称这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子女最后的救赎。
这些传单没有署名，没有组织，却在短时间内从河南蔓延到全国。有网友留言说：“今日袖手旁观，以后某天成为板上鱼肉时，也无人为你发声。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美国。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只有推翻中共，才能持久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然，这种问题每年都很多。这是觉醒的阵痛。当官方的枪杆子压不住千万个家长的恐惧时，传单成了最安全的反抗方式。他们不求推翻，只让更多人知道，今天是清华园的孩子，明天可能是你的。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进入工商时间。除了重要的新闻资讯，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来自韩国锦山的深黄九蒸蜜参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用天然蜂蜜低温腌制，切成一片一片的小包包装，方便食用。这个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而是从根本上改善疲劳，提升免疫力，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补充您的元气。我试吃过，它不只是功效强，还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就能把代谢和循环打开。您会发现精神会更集中、更专注，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如果您是熬夜族、久坐族，经常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救星。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主持人85折。新的一年，把健康当成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最重要的人。当民众还在为溺水和心源性猝死的官方通报感到愤怒时，那些隐藏在医疗体制内部的知情者，早已经把这场全民猎杀的底层逻辑摊开在阳光下。这不是某个人的临时起义，而是一场由国家机器背书，以青少年的生命为燃料的庞大暴力产业。曾经有在3甲医院工作的护士在接受匿名访谈时披露，医院内部存在一套极其隐秘的绿色通道，这条通道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运送那些刚刚采集、活性最高的器官。据他描述，某些器官移植手术的等待时间短到令人毛骨悚然。在国外需要等待几年甚至10几年的配型，在这里只要钱到位，几天内就能找到合适的供体。这种随叫随到的背后，正是那一叠叠被强制采集的体检数据和无数个消失在监控坏了的时候的孩子。这种随时待命的恐怖逻辑，在官方高层的言论中得到了最权威的印证。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若无其事地提到，中国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时，拥有多个备份活人。这句充满血腥味的备份撕碎了所有关于自愿捐献的谎言。这意味着，当一个权贵或外国富商需要一颗心脏或一个肾脏时，数据库中会同时锁定几个生物信息匹配的年轻生命。他们不是学生，不是孩子，而是体制眼中的活体备份。这种对生命的极致物化，在医学界内部也引发了惨烈的抵抗。2024年，湖南长沙湘雅3医院医生罗帅宇的坠楼事件，至今仍然是医疗系统不敢触碰的红线。据他的家属披露，罗帅宇生前留下了大量的举报材料，直指该校与医院内部的导师非法获利，买卖人类器官。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举报材料中包含了大量寻找儿童供体的聊天记录。罗帅宇的死更像是这个利益集团对不配合者的祭旗，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坠落的牺牲品。这条利益链条的末端是像湘雅医院这样拥有顶级技术却丧失人伦的收割工厂。他们与教育部门的体检数据联网，与公安部门的监控失灵配合，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这不是医疗，这是谋杀。正如资料中提到的，
一个年轻人的生命被拆解成心、肝、肺、肾、眼角膜，在黑市上标价数百万人民币。在这种暴力面前，法律和道德早已经荡然无存，而这条利益链的终极支撑，则是中共国家级的保护。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炸式增长，如今受害群体遍及普通民众、儿童、婴儿，医院成了屠宰场，医生成了屠夫，而中共整个体制在为这一切背书。如果说肉体的收割还需要避人耳目，那么精神上的家畜化则早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课堂。最令人感到恶心和恐惧的是，中共正试图通过教育系统，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身体零件化的洗脑，把惨绝人寰的活摘罪恶包装成爱国奉献的道德高地。在2025年后的中国小学课本里，器官捐献的内容开始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出现。年仅8岁的孩子在他们的测试卷上竟然出现了关于器官移植的考题。试卷冷冰冰地问道：如果一个人脑死亡了，他的器官可以救活几个人？或者捐献器官是高尚的行为，你长大后愿意这样做吗？这种教育的本质不是在培养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在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脱敏。他试图让孩子们在潜意识里接受一个逻辑：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属于国家的战略资源。这种洗脑在高中和大学更是变本加厉。高中英语课文开始出现关于签署器官捐献协议的内容，甚至把它列为考试的阅读理解题。当器官丢失与奉献、大爱挂钩时，现实中发生的失踪案就消解成了冷冰冰的资源调度。家长们震惊地发现，孩子回家后竟然会问：老师说，如果我能捐献器官，就是英雄，对吗？这种从摇篮开始的家畜化教育，与无处不在的校园抽血形成了一个恐怖的闭环。学校通过体检采集数据，通过教材完成心理阉割。他们要培养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流水线上随时可以被拆解的备用零件。在这种体制下，学生不再是受教育者，而是被圈养的供体。当前的中国校园正呈现出一种极度荒谬的对比，一方面是严密到连学生上厕所都要登记的监控系统，另一方面是针对器官捐献的大爱教育。这种极致的伪善，正是为了掩盖那个血淋淋的真相。当一个政权开始在课本里打孩子器官的主意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已经彻底崩塌。孩子们在考卷上勾选愿意捐献的每一个选项，都可能成为未来某个深夜他们在失踪名单上被精准锁定的催命符。当监控摄像头只负责追踪百姓的言论，却在孩子被绑架时集体失灵；当医院的绿色通道不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是为了运送活体备用的零件；当教育系统不再传授真理，而是教导孩子如何接受被拆解的命运，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再是某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场针对全体平民的系统性的人体矿产收割运动。这是一个把生命商品化的恶政，它依仗着民众的恐惧和沉默，日复一日地运转着。然而，河南新蔡那颗钉子洞终于刺破了维持虚假太平的幕布。那如雪片般飞入各家邮箱的与同胞书，正是民间在濒临绝境时发出的最后呐喊：平等不是跪出来的，安全不是等出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让孩子在学校接受不明目的的抽血，如果我们面对失踪案继续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对教科书里的洗脑视而不见，那么明天，当那台收割生命的机器锁定我们的家人时，我们将再无退路。守护孩子，就是守护人类文明最后的底线。传播真相，拒绝成为数据库里的一个编号，拒绝让我们的后代成为权贵颜命的备胎。这不是阴谋论，这是事关生死的保卫战。请记住那份传单上的警告：今日沉默，明天哭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在黑暗彻底吞噬下一代之前，唯有觉醒和抗争才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